现在我们的游轮航行在地中海的海域上，远处的这个岛是希腊的岛屿。地中海的海面还是比较平静的，海水也特别的蓝。2025年6月14日早上7点半，我现在位于一个长途的游轮上边。这个游轮是从意大利的巴黎出发，开往希腊的帕特拉斯。今天下午大概是2点半才会到达，还需要在这个游轮上待6-7个小时。我住的是一个4人间的小船舱。今天早上4点钟的时候，有一个乘客到站了，要下船。我就被他吵醒了。吵醒以后呢，听了一个博主讲的一些人生感悟。讲的主要是他的一个至亲离世了，然后他的一些感悟。然后听了以后呢，就感觉身体有点不舒服，就是可能是有点共情，然后感觉身体不舒服，就从船舱就出来了，就一直坐在甲板上边和大厅里边，就一直坐到现在。今天主要想讲一下意大利旅行对我的感受。整体呢，就是我想分成2个方面，一方面呢就是好的感受，另一方面呢不好的感受。好的方面呢，就是意大利是一个历史比较悠久的国家，它的整个历史在人类文明的过程中占据了特别重要的地位。就是我们熟知的罗马帝国。当我从米兰火车站大厅出来的时候，火车站大厅的那个整个的建筑对我还是很有触动的，就是仿佛就是回到了古罗马的那个时代。它的那种雕塑，还有那种战马，就是还是挺震撼的。另外一个就是当地的普通人的生活。我去了几家餐馆，我发现当地的餐馆里边的打工人，他的工作状态都是那种特别愉快的，工作的氛围也比较愉快，就是有说有笑的，并不是像我们想象中一样，餐馆里边特别忙，然后愁眉苦脸、苦大仇深的感觉。就是有说有笑的，然后工作的那种氛围也比较轻松愉悦。我在意大利主要吃的食物就是意大利面和披萨。意大利面吃了2家，披萨吃了2家。和我们国内比的话，它这边的披萨因为放了一种特殊的食用油，就是有一种特别的香味，就是那种特殊的香料的香味。其他方面，披萨和我们国内的披萨没有什么区别，因为都是面粉，还有都是一些芝士。另外就是意面，实际上我觉得意面其实挺不健康的，就主要就是碳水和一些酱料，没有一些蔬菜来补充维生素。如果只纯粹依靠这个碳水还有一些酱料来获得这种营养的均衡是不够的，所以可能还需要再另外点一些沙拉。另外就是在意大利呢，啤酒的种类特别多。我基本上到每一个饭店、每一个饭馆，我都会去点一杯啤酒或者点一瓶啤酒。
啤酒的价格也不贵，也就是3欧到4欧，属于是正常的价格。然后啤酒呢也有含酒精的，不含酒精的。当然，不含酒精的啤酒呢，喝起来就会有点怪怪的，似乎是香精调出来的一种饮料。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意大利也有一些让我感觉到出乎意料的地方。尤其是到意大利的南部以后，就是明显的感觉到，基础设施不是特别好，然后建筑呢也不是那么的，现代化，就是有点像我们国内3线城市的那么一个感觉。然后普通的人的穿着也不像大城市里边那么讲究，就是像我们国内的3、4线城市一样，穿的衣服然后也是比较普通，也没有那么时尚，甚至呢有一些人穿的衣服感觉还是有点破破烂烂。还碰到了一个背包旅行的人，然后穿的衣服、穿的鞋子都是破的。当然，看他的装备的话，他是一个资深的背包客，背包上边也是，背包的肩带也是特别破烂，头发也是好长时间没洗的样子。所以就是，不管是在这种欧洲的发达国家，还是在一些我们所认为的发展中国家，人都是分为3、6、9等的，有一些上层的人，也有一些中产阶级，当然也会有一些普通的大众。每个人的生活状态呢都是不一样的。这个就是需要人去在这个生活中寻找自己的定位。有可能在我们看来，他们过的日子不是特别好，但是呢，对于他自己来说，他还是觉得生活挺快乐、挺幸福的，不一定要活在别人的眼光当中。这次欧洲之行呢，主要是以体验为主，没有买一些贵重的物品。当然是给家人买了一些小礼物。昨天跟爱人视频的时候呢，也有一些感受，就是人的这一生呢，其实是一个过程，它是一个体验的过程，并不是一个结果。我们所追寻的呢，并不是要去赚钱，而是要追寻，人生的这个一个经历。有的人就想呢，等赚够了钱再去生活，等赚够了钱再去旅游，等有时间了呢再去享受生活。其实，想一想，是不是真的赚够钱的时候身体就不行了？是不是真的有时间的时候没有兴趣了？是不是真的有时间有钱的时候，自己真爱的人又不在了？所以就是在我们每一天的这个过程中，要好好的去把握，而不是把一些事情推到最后。充实的过好每一天，不要等待，不要把人生的目标纯粹定到赚钱这个单调的事情上。难道没有钱就不能生活了吗？难道赚的钱少就不配去旅行了吗？难道只有钱才能解决所有的事情吗？
其实，如果把钱当做人生的目标，真的是一件特别单调的、没有意义的事情。好了，再见。